这三个人名气真这么大？哎，同学，你认不认识张涛、李想、周浩他们？当然认识啊，我们专业每个人都认识他们，甚至每个老师都认识。哦，真这么神啊！哎，同学，你认识张涛他们吗？当然认识，我唯一一次挂科就是他们搞的。怎么，你是他朋友啊？不是，我大一新生。我劝你少跟他们接触，准备好试。好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再问一个。哎，同学，你听说过张涛他们吗？啊，认识呀，他们很聪明的。我要是有他们一半聪明，顶刊都不知道发了几篇了。不过他们很不会做人，太显眼包了，我们系的人都不是很喜欢他们。啥呀？哎 ，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这人看起来可不聪明啊。哎，一起玩游戏吗，陈亮？啊，以后吧，以后。不理人啊，确实不咋好相处啊，看起来。同学们，张涛、李想、周浩又为我校争光。你们还在这担心绩点？他们三个已经成功申请了一项专利。真的假的？张涛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其实也不是很难。波长193纳米的光，能量足够吗？远远不够，甚至我觉得需要波长20纳米以内的光。可是目前没有仪器可以发射波长更短的光，确实还没有成熟的办法。哎，张涛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你们应该喝口水，毕竟你们已经聊了2半小时。有道理。走，再去实验室试试。成了，用光的脉冲去击打液态金属系，可以激发出波长更短的光。可是还有个问题，这个光的强度还不够。哎呀，确实，这该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小看法，如果击打1次强度不够的话，为什么不击打2次呢？张涛，你是天才呀！天才的想法？哎，没有，快做实验验证一下。陈乐老师，我们成功激发出了波长13.5纳米的光，做得不错，这可以申请一个专利了。张涛，申请专利的事情交给你了啊，名字就写我们3个吧。可是我就给你们俩帮忙啊，张涛。但是决定性的想法是你提出来的，你是最重要的角色。对啊，张涛，没你我们不可能成功的。张涛，你们好厉害！没有了，喂，周老师，有个企业看中你们的专利了，后天想来学校跟你们谈谈钱的问题。我去，好，那就叫他们来吧，打扮得体一点，毕竟要谈生意呢。必须的嘛，昨天刚洗的衣服。知道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好，你们的专利我们公司非常看重，想要以重金收购。那是多少？80万。什么？80万？哎，80万，咱买了吧？别急，我们再跟他谈谈。80万还谈什么呀？80万有点低了，300万行不行？好，成交。那咱签合同呗？可以啊。这么大的事，咱们是不是该问问郑老师？300万还问什么？还是问一下。哎，你们等着，我过来。直接给我一个最高价吧。320万。那你们走吧，我们不卖。不是，为啥呀？那谈生意居然不请你们吃饭，太没诚意了。而且你们这专利哪止300万啊？我给你们联系家公司，你们以这项专利技术入股，每年的分红少说也有50万。多少？你是想要每年的50万，还是一次性的300万啊？张涛，别想，不好了，周浩他闯祸了，咋回事啊？隔壁心理学专业的同学这次期末考好多都挂科了，现在他们都在找周浩。心理学专业的挂科跟周浩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周浩经常去旁听心理学专业的课吗？哦，莫非？啊，这就是考试范围，发下去的案例大家好好看一看，要考的啊。老师啊，案例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认为这些解析都是错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讲了这么多年的案例都是错误的？也不是错误的，老师，用不完全正确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一点。怎么说？现在都是21世纪了，这里好多案例都是70、80年代的。在这个广告狂风乱炸的互联网时代，营销心理学面对当下显然是需要修正和创新的。所以这些案例放到现在，参考价值是存疑的。你叫什么？周浩啊，不用在名单里面找，我只是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来旁听的。那周浩，你翻阅过几本心理学的书籍？一本你就敢说这些话？理论知识都没有学全，就敢对这些案例评头论足啊？我知道了，老师。咋的，周浩？最近开始研究心理学了？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给我看一本，啊，我也看看。张
好，再给我换一本，这本我看完了。你也迷上了，正好。我看完了，正好。你的书感觉知识面不够广，我再买几本。老师，我承认我当时浅薄了，但是您的部分就是过时。嘿，你这小子，来来来，你试着说服我来。这现在理论缺失的部分是没错。哎，那不完全对啊。老师再参考一下这篇论文，也可以印证我的观点。哎，你的大部分观点跟这篇论文很接近啊。这论文就是我写的，当然接近啊。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大纲，论文有详细论述，无懈可击啊。这肯定有不严谨的地方，我叫其他老师也来看看。无懈可击啊！同学，这篇论文是你写的，看来我们院出了一个人才。我不是心理学专业的，我是学物理的。所以我认为咱们这门学科也要与时俱进啊！而且我听说这门课每年都考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东西，这对同学们的发展有好处吗？如果各位老师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参与书卷。所以梦的内容也是心理的一种映射。两位，你们看营销心理学的卷子，咱们3个门外汉都能考满分吗？满分不敢说，但少说也有90。不如咱们给出点好玩的。可以啊，你们2个出，我帮你们试做，看看难不难。周浩他出的卷子实在太难了，很多连1/3都答不上来。原来周浩让我们出的是人家的期末卷子。周浩，你给我出来！我帮你把这个网课。周浩，你快进去，进去！我这不为他们好吗？周浩在那教室。同学们，我知道你们很生气，但这次卷子也不是周浩一个人出的，还有他室友的。胡闹！你这简直是胡闹！顽固！你这样就是在浪费周浩这样的人才，这是没得商量。副教授怎么来郑老师办公室啊？还不是因为周浩？周浩他又闯祸了？当然不是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快上课了！干啥去啊？我们下午没课啊。上礼拜路过数学专业的时候听了一次课，感觉挺有意思，想再去听一下。我也去，物理研究也是非常需要数学基础的。可以啊，那张涛，我也去。下礼拜就考试了啊，大家好好复习。老师啊，多准备3张卷子行不行？我们3个物理系的也想考一下。不是，我就听了1节课，我考什么啊？哦，那2张老师。我也不确定行不行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也不考是吧？等会儿回去你给我复习复习吧，就好，总得试试看。没问题啊。老师，教材这2天借我看看呗。离考试就7天了，我初中学完高1数学也就用了7天。副教授，这次期末成绩出来了，陶婷考了几分啊？不及格，59。不奇怪，我这次卷子出的很难的，他和物理系的理想并列第2。那第1名呢？就是穿黄衣服那小伙子周浩，他是满分啊。把周浩叫过来。老师啊，你叫我啊？你这学期来听了几节课？来听了1次半。怎么还有半次？第1次在门口听的，来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半了，所以1次半。周浩，你有没有兴趣做我的研究生啊？我是物理专业的老师啊，而且我的研究生已经被郑教授预定了。郑教授，你这是在浪费人才。周浩这样的天才就是应该学纯数学造福人类。怎么？只有学数学才能造福人类啊？学物理不行吗？而且我每年给发30万劳务费，你能吗？这能有钱衡量吗？他们3说是3年所有费用我全报销，你能吗？有风力发电机了不起了，郑副教授。是啊，有舞台呢，副郑教授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问问当事人，我都可以，到哪学不是学。你看，但是我也要听听我室友的意见。我觉得郑老师对我们挺好的，有道理啊。那我还是学物理吧。张涛，你把送你台手机。我有个想法，为什么周浩不能读个双硕士呢？也不是不行啊，你去看看流程。那也得先读物理。哎，副教授，等一下。什么事？你们的卷子周浩复印了1份，让我也做了一下，做的不好，不及格，才58分，想请教您一下来着。Shift。张涛，咱们农学院的荣誉墙上有你们3的照片，挂墙上了。又当新闻报，你们3月去折腾农学院了？没有，还不是因为周浩前些日子那一脚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学校后山有农学院的种植园啊？听说过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听说有很多珍稀植物。那我们见见世面去。好，那走啊。你看这后面几座山都是学校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珍稀濒危植物园，请勿破坏。这一片价值会有多少？该不会有上亿吧？边界了。
我们得去找一下农学院的人了吧？这我们该找谁啊？看这里，这树是有主人的，林学朱立农。那走呗。这是我培育了3年才培育出来的树苗，你们把它踩折了，这还是我研究生论文的实验样本啊！他要是死了，我研究生也毕不了业。虽然这苗是我踩断的，但你先别着急，我会努力让它活着的。你哪个班的？物理系的。请把我物理送走。学长，真不好意思，你先去急救一下，或许我们3会帮你。我要到林学的课表，我看看我们明天去上哪些课。我明天去问问郑教授能不能帮咱们。那我去闻朱立农的情绪。接下来我们讲话的形态与结构。哇，周浩，你咋写字又快又好看呀？张涛，这是华为 MatePad 的 AI 自己调整功能，这样你就可以专注听讲，不用分心关注自己排版了。这么神奇啊？对啊，而且这个平板上面的 WPS Office 都是 PC 级的，出门带个平板也能完成 PC 干的事，还支持云端同步，平板做到哪，电脑还能接着看。我们去找一下郑老师吧。我了解，你得帮帮我啊，郑老师。别急，周浩，我帮你叫一个20人的专家小组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那倒不用，你帮我找个厉害点的专家，我去学习一下。那你得去一座山上。踩成这样确实不容易存活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还有些方法可以抢救一下。您说，老师？这样子啊，你先把这个能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能不能活就看命了，肯定能活下来的。咱们班有人去种田了，地上这么多泥泞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们那会拖的。这几天怎么老是不下雨啊？我们多来浇水呗。明天有冷空气啊，苗会不会冻死啊？想想办法。小兄弟，真活下来了，不耽误你毕业就行了。你送佛送到西，我还有一个难题，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？你说呗。这种植物叫做羊毛林，在野外几乎已经快灭绝了。因为这种植物的种子不孕率极高，天然更新能力很弱。我花了3年时间就成功育了这1株苗。你是想我帮你育苗啊？对，否则这种植物就只有灭绝这一条路了。可以啊，灭绝了确实怪可惜的。谢了，小兄弟，明天请你吃饭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你个爱子啊，张老，你怎么会有新苗啊？你当初剪下来的枝条，我捡回来插着就活了呗。你有用吗？阳台上还有好几盆。你怎么弄的？最近的气温、湿度、降雨量我都记录在这里了，你要参考一下。不是，我扦插过也没活呀。不知道啊，我就把2多肉的土跟后山土混合了一下就活了。张老，你配出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。一龙，这次你成功培育濒危物种，省林业部门点名表扬。学校为了奖励你做出的贡献，决定给予你28万元的全额奖学金。谢谢老师。但这次成功其实有3位同学贡献非常大，所以奖金我想分他们一点。这当然是可以的。另外，你准备一张照片，要挂在我们学院的荣誉墙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3个同学是哪个班的？哦，他们是物理系。谢你。哎，江涛，这个勉强算我人生出版的第1本书。算吗？学长，你都出书了，哎，书名叫什么？我买来看一下。你不用买，就是因为明年那本教材学校会发的。不是，你出的是教材。学弟，你别误会，这不能算是画写的，它只是修改了其中一部分。说到这个 Parallel Universe， 老师不对，书里不是这么讲的。你看看这本书的主编是谁？主编叫李鹏，那你不是郑老师呀？李鹏是我的学生啊，这份教材确实写错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不会编教材就不要编。小李啊，教材的理论已经不是主流了，我不是写过一篇论文吗？你怎么不把我最新的理论补上？老师，您论文是去年发表的，这本教材我是2年前出版的，那不能改吗？也就改那小小的一部分。老师，虽然改的部分不多，但改了教材就都得重印了，我负担不起这个费用。钱的问题你放心，我来承担。但无论如何要让我的学生了解最新的理论啊。出版教材流程很复杂的，我最近在忙一个课题。哎，好吧，我也没时间。老师啊，要不交给我，只是修改一部分的话，应该不难。可以啊，你改我也放心的。那个我可不是免费的。好，你待会来我办公室拿论文。哎，你办公室太远了，我送到你们寝室来。出版的流程咱们得了解一下。我先仔细研究一下原教材，等郑老师把论文送过来，我再看看怎么改。那我可以帮你改错别字。今天任务比较重，马上就随便解决一下。可以啊，不用，老师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还是郑老师大方呀。论文在这里，你们现在有相关问题可以问我了啊，现在还很早。听你说我整明白了，刚才你还有问题吗？有，我能不能睡会儿？
周浩，要不你床位给我睡一下，我下午还有课呢。你睡吧，老师，我看怎么改。我还能熬，周浩，我陪你一起。上课前叫我起床了。还好。出版社来信息了，说审教已经通过，让我们准备一下申请书号的材料。那没问题了，准备一下材料呗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周浩改的有个大问题。张涛，你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看不懂，看了很久了，还是看不懂。确实，如果张涛看不懂，那估计同学们也看不懂，以后的学弟学妹们也会看不懂。会吗？我去打印就是，让同学们也看一下。同学们不好意思，晚上叫大家来呢，是想让大家看看周浩修改的部分是不是太难了。终于是折腾到自己人头上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看懂？看不懂啊，量子态崩溃贝尔不等式什么玩意儿？那如果我向大家这么解释呢？你看啊，这个量子态崩溃呢，能听懂吗，同学们？听懂了就好，那就好。周浩，应该按你刚才讲的那样写才通俗易懂。对，周浩，所以并不是这部分难度太高了，而是你的文字表达不够清晰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要怎么改才能让大家都看得懂。你在最后修改一下，我们加快出版。好，大家都拿到新教材了吧？今天咱们来看新教材修改的部分啊。老师，这章不用讲了，讲下一章吧。为什么呢？这部分周浩讲过了，他讲得很好，我们都学会了。哎，张涛、李想、周浩三个人。哦，他们说这本书他们已经学透了，后面的课不用来听了。Shift。